Hello，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前两天咱拿这个战争游戏《红龙》更新了一期海军炮轰陆军的对决，虽然播放量一般，但还是有很多粉丝要求我出更多有关于这个游戏的视频，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章太丸对阵全小将的这个模拟。然后在开打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军事组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rst Airborne， 就是一空输，我给他们的配置呢是一个韩军的这么一个空降部队的配置，然后他们指挥部队呢就是坐着这个 UH1 的这个指挥班，然后步兵呢，其实现实中一空输应该他们在那个行动中乘坐汽车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这个游戏里，他们就是这个韩军的空降部队全部都是这个 UH1， 所以在这儿我就给他放了一堆这个 UH1， 但侦察单位里还是有这么一个侦察班是有坐这个小卡车的，然后车辆这里呢就只有这个小吉普，而且装载的是陶式反坦克导弹。然后我看现实中历史的照片，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是上面装的是无后坐力炮的，但在这个游戏里全是陶式。另外给他们放了这么一台防空的4连.50的卡车。直升机这方面呢，我不知道现实中的一空输在当时有没有配备武职，但既然是精锐的空降部队，应该是有这个武装直升机作为支援力量的，不然只靠这些 UH1 去运送步兵可能会被打得很惨。所以在这儿我给一空输还安排了这个 AH1， 还有这个搭载了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小鸟。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章太丸的这个 Capital Defense Force， 就是首都警备部队。我们看一下，因为剧里那个章太丸打电话说我要派出战车把你们一个个送上天，所以在这里我给他们安排的就是一支机械化的陆军部队，然后指挥单位呢就是 M113 这个指挥车和这个 M48 指挥车，步兵呢就是一堆坐着这个 M113 的这个大头兵。看那个电视剧里，他们实际上还有一种那种小车，就是是这台车吗？不对，是这台轮式车，但是游戏里只有这个侦察部队装备有这个轮式的战车，这个车的顶部装备的是一台.50，其实并不怎么强啊，就是轮式可能跑的要比 M113 稍微快上一点。然后在这儿我给他们放了一堆这个 M48A3K，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然后后面还有个 M48A5K， 但是游戏里右下角显示它的年份是1982年，可能就跟现实有些不符了。然后直升机这边呢，给他们安排的也有这个 AH1， 因为我觉得既然是首都警备部队的话，有武职应该不奇怪啊。然后这个车辆里呢，给他们放的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支援车辆，然后就这些。至于双方呢都没有这个空军海军啊，因为我不太了解，索性就都不给他们安排了。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开打。O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游戏里，首先还是派大量的指挥单位去把周边的这个地点给占下来。这里我们放一堆这个 M113。至于进攻部队呢，在这里我部署的有几台这个 M113 的指挥车，另外呢还有6台这个加特林小防空车，我突然忘记它中文名叫什么了。然后后面跟随的就是3个排吧，大概是3个排的步兵，包括一架侦察用的小鸟直升机，还有一堆这个防空的班组啊，他们扛的是一种名为什么红眼的防空导弹，大概就是毒刺的前一级。它这个导弹的射程刚好能压着那个 AH1 武职打。然后由于这个导弹的备弹比较少，所以我给他们安排了大量的这个补给卡车。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首先我们快速移动，让这些部队移动到这个地图中间的这块区域，然后四面开花，把周边这几个
战略要点给占领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先跟他们打一场消耗战。等到这个点数攒的足够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坦克这里一共有62台 M48，我们到时候一下子叫出来一堆这个 M48，然后再叫出来一堆这个预备军，就是大学生一堆拿着 M14还有超级巴祖卡的这个炮灰部队，把他们派出来就是当靶子，配合着 M48直接冲向敌人的这个主基地，把他们一举给歼灭掉。然后在这里我们的这个补给车跑得很快，但是问题不大，对面也是一堆这个运兵直升机，目前还没有这个AH1武装直升机的出现。我们这个卡车到地方之后呢，就让他们分散在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负责给我们接下来进驻的这些防空部队提供这个弹药补给。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一下，还不能全选，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燃料和备件关掉，只打开弹药补给，不然的话他们这个补给有限，都用来补燃油和备件了，就糟糕了。然后在这儿我们把这些防空班给卸下来，让他们进到城镇里。这些步兵一旦进到城镇里，就是非常强力的，对面的直升机拿他们很难有办法。然后这一个排的步枪兵让他们推到前面，以防止对面的地面部队前来进犯。然后这些防空班让他们继续分散到各个角落。指挥车给他们停在地方，把这些区域给巩固一下。然后这些防空加特林就让他们埋伏一下，埋伏到这些树林之类的位置。目前敌人好像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他们没有任何的动作啊，这样也好。反正我们占领了这么多的区域，接下来我们的点数会暴涨，然后等到我集结一波这个 M48直接冲他的家。既然你不动，那就是在给我留机会，不是吗？然后侧翼我们派2台这个加特林去防一下，因为对面毕竟是空输单位嘛，他们的直升机移动速度还是很快的，可能会从各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出现，该防还是得防一下。然后这些 M113就是这些运兵车，他们暂时停在这儿，让他们躲在城镇里，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城区。他们躲在城镇里，敌方的这个防空导弹呀什么的是打不到他们的，就让他们躲在这儿。等到后期我们那个 M48过来的时候，就让他配合着当炮灰一起往上冲，帮 M48分散这个注意力。然后这边还有一台小车，让他到这儿来，再派一个步兵班，把这个厂区给他防守一下，用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指挥车。然后对面的地面单位来了，是一堆这个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点50小卡车，他们提前进入了这个厂区，那我们的 M113来等一下了。然后这里敌方的一堆 UIG1开始行动，我们的这个红眼防空导弹已经开火了，把这个补给卡车往前开。好 ，AIG1也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想从哪儿绕，好像有点可怕。但是我们家里是有防空导弹和这个防空车的163防空车。这里他们拿这个 AH1试图射导弹，他们发现我们城区里停的这些 M113了，然后我们这个防区里的这个红眼防空导弹不停的反击，击落了他们大量的这个 AH1，但是我感觉他们数量有些多，
我把后面的这些防空导弹也往前推一下。然后这里这4台点50卡车摸到后面来了，我操！突然摸上来，跟我们的这个 M113对射。这个 M113，哎，你怎么拿屁股对敌？在现实中 ，M113这个小车它是铝合金的，然后它正面的等效好像有40多毫米吧，也不止，好像还不止40毫米，所以它是不怕这个点50的，大概率是能免疫点50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红眼防空导弹继续往前推。主要就是前面需要这个防空导弹，这个步兵班给他拉到这个前面这个角，以防等下再有那个人来偷袭。顺带把这一个新来的班组给拉到这个场里。对面也是一堆小步兵想要冲击我们这个城镇，但我城镇里目前有2个排的步兵。再派2个排的正规军吧，感觉有点小危险。好，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疯狂的派这个点50卡车往前冲了，因为确实一空输那个坦克单位里是空的，我不知道现实中他们有没有什么坦克装甲车啊，在80年代，但是游戏里直接就是空的，没有任何坦克车辆可以使用。这里出了这个陶氏小鸟，我们这边地面上的载具都躲在城镇里，它很难有机会得手啊！一个导弹都不知道在射谁。那边有 OH， 我们的这个 OH 小鸟也往前推一下。他们组织了一波武直，绕到了侧翼，搁这儿打我们这几台暴露在城镇外面的 M113。我这里有红眼防空导弹在防空，先打他的 AH1，看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切换到敌方视角看，我们大量的这个红眼防空导弹，比他这个 AH1像拍苍蝇一样，包括他的那个射陶氏的小鸟。你说你们犯什么贱呢？我们这个红眼导弹的射程好像有2200吧，反正也是挺远的。他们跟我们来对射是吃不到任何便宜的，我们就靠着这个步兵在城镇里跟他们打这个消耗战，先把他们的这个武直的实力给消耗一波，然后现在有800点的点数了，我们这个 M48也可以出动了，一下子就全派出来吧，派出来这么多，让他们停在这儿，停在这个港口里啊，港口的这个地形呢是对方武直不是很好打他们。就是先让他们在这个地方集结，等集结一波之后，我直接让他们冲对面的老家。然后这里敌方有一些步兵排冲了上来，然后开始打我们这个红眼防空导弹了。然后我们的步兵排也到了，我们更多的这个步兵排支援已到达前线。这个城镇战斗，这游戏的城镇战斗很抽象，就是所有的步兵，你都看不到他们的模型，包括这个建筑，你以为他们在建筑会在窗口开火，但实际上都没有，就直接就是这样的子弹到处乱射，挺抽象的。然后像这个游戏，有时候我不把这个视角拉近，估计你们光看这些名字都不知道这些单位什么是什么。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期红龙的播放量不高的原因。这边我们看到有几台 AH1武直绕到了我们的后方啊！我明明在这个铃木县里部署了2台这个防空车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绕过来的。然后我家里这里是有防空的，他绕后我也不怕。然后他想绕后偷袭我们这个基地的话，前线阵地的话，这边也是有防空的。反正就是想着对面既然是一空输，所以我部署的部队呢，就是很针对他们这些空中单位的。然后我们首都警备部队大概率应该也是有武直的，
在这儿我们的点数也够了，我派几架武直配合这个 M48的行动，等一下让这6架 AH1直接从海面突破到敌方的那个后面，然后我们这边地面部队呢，一堆 M48往前推，顺带着给这些 M48，配几台这个.50小卡车，就是对面不停的爆的这个.50小卡车。这个.50卡车的射程是对付直升机射程是1200，然后 M48头顶上虽然有.50机枪，但它的射程不是很远，只有几百米，可能是因为这个观瞄系统不够好吧。然后这边前线阵地，对面拿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啊。不过有好多个这个红眼的导弹射光了，我们再给他们派一些这个卡车。反正对面这个武直的实力大概率是被消耗殆尽了。这边爆的都是一些 UH1，这个小直升机上面有 M60，搁这打越战呢。你看我地面上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你那 M60跟我这 M113的.50对射，能占得着便宜吗？你看这低空低速的小直升机往前冲，被这个.50打爆。而且这个 AI 明明我给他们调的是中等难度的 AI， 但我感觉他好傻。我不知道他派这么多这个 UH1， 他这个步兵卸载下来没有？还是说就带着步兵冲上来送死？因为是敌方单位，我们也看不到他是空的还是满员的。然后这里我的 M48已经集结完毕了嘛 ？OK， 集结完毕就快速移动。我们在这个战略视角可以看到，敌方虽然目前占领了3个区域，但是它只有这个阿尔法这个区域是能够出动这个空中和陆上单位支援的，所以我们就指导黄龙派这个 M48，就是我们的这个战车出动，首都警备部队的这个战车，由于派太多了，这个场面是有些混乱，还有搁战雷里，估计得有不少车被撞到河里面去。然后他们这个密集的队形，对面呢要是有那个还有 AH1的话，射那个小火箭弹，估计也能一下子打到一堆。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50卡车忘记让他跟进了，.50卡车还是有点防空能力的，包括就 KM163我们也都派一点，就是这个小加特林车。然后 AH1 指导黄龙，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些点数，再放一架这个小鸟侦察直升机，然后把剩下的几架 AH1 也叫出来。然后这边看看我们的 M48跑哪儿了？他们都进城了吗？拉近一下啊，浩浩荡荡的一堆这个去捉拿这个全小将的叛军。这就现实中章太丸要是能做到这个单位的部署的话，全小将就要被暴揍了。不过感觉现实中张将军他实际上是被架空了，他手下根本就叫不出来这么多的部队啊，都不知道哪些人是听自己话的，哪些人是敌人。然后这边叛军出动的这个陶式小吉普跟我们的这个 M48大军正面撞上，然后还有这个 UDT Seal， 这个应该是特种部队，是按照那个美军海豹部队的水平训练出来的一支小特战啊，撞上我们这一堆 M48，当场被摁地上摩擦。然后我们这个 UH1 指导黄龙，敌方也有个 FOB， 他们的武直呢也是弹药有限的，他们弹药打空以后也是需要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补给的。然后我们这边这个一堆这个 AH1 指导黄龙，直接冲到他们的这个后勤基地这里。哎呦，我侦察小鸟拉得靠前了，被点掉了。过来，把对方的 AH1 击落，把对方的这个陶式小鸟击落，通击落。
好，他们的那个指挥单位吓跑了，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叫任何的援军，这片区域已经变成一个中立区域了。还有这个陶氏小鸟，我们的 M48跑得也很快，已经从地面冲到这个战车部队，还是非常有用的在现代战争中。虽然敌方有大量的这个 AH1，还有这个陶氏小鸟，但是 M48本身的装甲还不错，它不怕AH1的火箭弹，就是 AH1火箭弹作战能力有限吧。要是你们玩过战雷也知道，很难打得准，就是打准了，那个后效也不是很强。然后陶氏的那个小鸟射的陶氏导弹呢，也不一定是百发百中嘛。然后这里我们的 M48已经把这个油料跑空了，你们可以看到屏幕下面它是1500的油料，现在还剩300，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敌方的这个 FOB， 这个游戏里的这些支援单位、补给单位，它是可以被俘虏的，包括这里的这几台补给卡车，我感觉都是敌人的，都是被我们俘虏的。这里我们几架 AH1绕了一大圈，直接给对面打崩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捉拿敌方的最后一个指挥单位，这一台 UH1指挥车，派我们这些武职过来，把它给打爆，对面就彻底输了。这里还有几台这个 UH1搁这儿。负隅顽抗，我们的 M163已经到了。M48把对面的这个出兵点给他蹲着，他们出不了兵，已经赢了啊！然后我们本期的这个张将军大战全小将就到此结束。我们这个我方击杀数是4200，敌方击杀数才790。不过毕竟因为对面是 AI 嘛，所以这个模拟其实也不是很公平。如果真换一个玩家操作的话，我大概率是打不赢的。然后本期视频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还请多多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